Welcome back to my podcast， 我是 Lia。 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我自己最近呢过得还蛮充实的，虽然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宅在家里啦，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边的疫情呢都还没有受控。不过至少呢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还有学习不同的东西。然后在这边呢也想要再谢谢大家对我 podcast 的支持，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 podcast 会受到大家那么的喜爱啦，真的是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有没有？那当然我也是收到不少朋友的讯息啊，你们都有跟我说了一些建议还有听后感，然后我收到这些讯息呢都会觉得很开心，让我有满满的成就感，一个字就是爽啦。我怎么感觉我今天好像有点嗨呢？啊对了，本来这一集呢我是打算要录中文还有英文版的，只是呢我最近有点忙拍谁，然后大家就一直问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出第二集啦？好，都是我的错，对不起。那我的字幕还是会上好的，如果听不懂中文的大家可以去我的 YouTube 上面找到翻译哦。如果你是新朋友，你还没有听过我的第一集 podcast， 你也可以回去听一下哦。也希望我所说的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那今天的这一集呢，对，就是大家一起敲完的第二集。我相信呢，很多人都会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吧，就是心想事成的秘密，哒啦！好，我们还是正经一点吧，因为我相信啊，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渴望吧，或者说想要实现的目标或梦想。有些人想要找到自己的心灵伴侣，有些人想要健康的身体，有些人想要自己的工作学业顺利，那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啦。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成真，心想事成想必是所有人最渴望的事情吧。那既然我们都提到了心想事成，我们就不得不提吸引力法则啦。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吸引力法则的话，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人事物都是我们吸引而来的。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事物。可是有很多人都说什么吸引力法则都是假的啦，可要么就是他们想要吸引一些不再适合他们现阶段的人事物，或者说他们对吸引力法则的认知还有了解只是停留在于我想要什么我就能够得到什么。而这种迷思呢也导致很多人开始抱怨说吸引力法则根本就是没有用，根本就是骗人的。但是呢我在这边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吸引力法则很有用，而且其实你每分每秒都在用着它。小至于你想要吃什么，你就能够吃到你想要吃的东西，大至于你可以找到你理想的工作理想的伴侣。你想要心想事成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而前提是你必须要先了解背后一切的原理，还有如何正确的去运用它。那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呢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敲碗说快点告诉我要如何的心想事成啦。 Oh my god，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变成有钱人啊？ OK， 先不要急好不好？在我告诉你到底要如何的去心想事成之前，我想要先带你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吸引力法则，它的一些背景原理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就不多说，直接开始吧。首先呢，吸引力法则也可以称之为宇宙显化法则。显化法则是指我们生命中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我们只是把它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化出来。而相反的，吸引力法则是指我们原本没有的东西，我们正在吸引着这些没有的东西来到我们生命里。那再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显化法则是把有的东西给显化出来，而吸引力法则是指把没有的东西给吸引到我们的生活里。也正是因为这样，有很多人都说这两个法则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可如果你有听过我上一集的 podcast， 你就会知道一个重点，就是你从来没有失去过任何东西，因为唯当其他东西存在的时候，一切万有才会存在嘛。也正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拥有着所有的东西，我们只是把它们给吸引或显化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然说它们的名字是不一样的，但其实原理都是相同的。
不管是吸引力法则也好，显化法则也好，他们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外在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的投射。想要心想事成呢，其实有3大重点，分别是我们的思想、语言还有行动力。唯当这3者呢达到一个一致的时候，你才能够轻易的心想事成哦。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重点说起吧。想要心想事成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思想，也就是我们自身的频率。那到底什么是频率呢？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都是一种能量，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能量体，而每个能量体呢都会展现出不同的振动频率。一个能量体的振动频率只会接触到相同频率的人事物。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像猫与猫之间能够沟通，是因为它们处在同一个频率上，而我们人类呢是没有办法跟它们沟通的，除非我们把自身的频率调整到跟它们相同，我们才能够理解它们，明白它们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你还是觉得很难理解的话，就好像我们要学习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不然我们就不会听得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一样。所以我们自身的频率都会吸引到同样频率的人事物来到我们身边。假如今天我们关注于负面，就会吸引到负面的人事物，关注于正面，就会吸引到正面的人事物，这就是同性相吸。我们的想法还有情绪都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频率，这也导致了我们的频率会上下浮动。像是抱怨、愤怒、恐惧、仇恨，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都会导致你的频率降低，而宽恕、尊重、爱还有平静的心态或想法都会提升你自身的频率。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想法或频率都会创造出不同的实相，让我们的体验。所以才会说外在的一切都是我们自身吸引而来的。是的，你真的没有听错，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不管你认为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是我们自己吸引而来的。换句话说的话呢，其实我们跟其他人都是彼此的一面镜子。如果今天你想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只要你花点时间去观察一下你身边的人，自然你就能够找到答案了。假如说你今天看到你的朋友不停地在抱怨生活，或散发一些负能量，而这些行为会让你感到不舒服，其实都在提醒你，你是时候去正视一下你内心一直被忽略到的那些问题。那当然肯定会有人反驳说，不可能啊，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我明明就是一个不爱抱怨也不爱散发负能量的人呢。那的确你没有在表面上展现这些面相，但或许他们都是你一直忽略到的内心阴暗面。而宇宙呢，只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提醒你，你是时候去整理一下你内在的思绪还有能量。换句话说，就是让你去断舍离一切不再适合你的人事物啦。也有人说，不对啊，他是他，我是我他怎么可能代表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其实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吸引力法则还有显化法则以外，宇宙还有另外一条法则，称之为一的法则。那什么是一的法则呢？其实我在上一集已经说过了，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吧。我们所有人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宇宙大意识，我们分裂成千百万个小意识，来到地球的目的只是为了探索还有体验不同的人生，去丰富我们的灵魂经验。所以说我们跟世界万物都是一体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跟其他人之间的能量连接，但其实我们的能量是互相影响的。举个例子，就像我们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对方的频率跟我们相同，他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思念。又或者说你跟你好朋友之间会有相同的想法，也正是因为彼此的频率能够对得上。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集体意识。如果你去回想一下近几年来社会上的负面新闻或负能量是不是有增无减的呢？就好像前路都是一片黑暗，特别是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嘛。可是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现今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集体意识下所产生的创造物呢？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部有关于集体意识的纪录片，里面就提到了动物世界里面本来是没有肉肉尝试的一说的。
其实这个概念只是因为我们人类多年来的集体意识下所显化的结果而已。相信很多人呢对这个说法是难以接受的，可是你不难发现，其实有时候动物比我们人类更有灵性，它们不会主动的去攻击人类或其他的动物，而且如果动物会互相攻击，或者说对人类是有敌意的，我们又要怎么解释诺亚方舟的故事呢？相信还没有等到大洪水散去，他们都要死翘翘了吧。所以啊，这个概念之所以会存在，只是因为我们人类多年来的勾心斗角、社会仇恨分化所产生的结果而已。我们把其他人都视为我们的敌人，我们去抱怨、去批评别人，在社会上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族群都贴上了标签，而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在加深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还有分化。那既然现今社会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集体意识下所显化的结果，也代表说其实我们可以透过改变我们的思维去影响外在的一切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就要从改变自身做起。而同样的，你想要改变你自己的生活，也是从改变你自己内在做起。所以你想要达到心想事成的第一点，就是要调整自己的振动频率，也就是你的想法还有心态。你要认识你自己的频率正在为你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多匮乏的体验，还是丰盛的体验呢？你想要丰盛，就必须要意识到你是丰盛的，这样子你才能够显化，还有吸引更多丰盛的人事物来到你的生活里。而心想事成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信念。你不只需要改变你自己的思维，还有振动频率，同时你也要意识到你可以显化出一切你所拥有的东西。宇宙呢是会无条件的帮助你的，因为它想要你过你想要体验的人生。但这个前提是你要有正确的信念。如果你今天想要得到某种东西，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喂 hold on ちょっと待ってね。这样的说法不是很矛盾吗？是的，你真的没有听错，你是没有办法去拥有你想要的东西，可是你可以去体验你所拥有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失去过任何东西，因为你一直以来都拥有这一切。当你说出你想要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缺乏这样东西，而当你缺乏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创造任何东西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你想要这三个字变成你将会或即将到来。你将会成功，你的成功即将到来，你将会找到你的人生伴侣，将会找到好的工作，将会考得好的成绩。如果你心里面有个很想要实现的愿望，可是你总是说着哎呀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或者说你有着不会实现的信念，你在不停否定自己的话，宇宙也搞不懂你想要什么啊。那很自然的，你就没有办法创造这样子的体验哦。因为你的思想、语言还有行动都具有创造力的。也就是说，你的思想、语言还有行动都必须保持的一致性。这也来到我们第三个重点，要具有行动力。你想要心想事成，不只是需要你拥有你能够成功，你的愿望会实现的这种信念，而同时你的行动也是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的。你可以问问你自己，有过多少次你心里面很想要做一件事情，却迟迟没有付诸于行动。就好像你想要好的体态、好的身材，却没有运动的习惯，想要好的成绩，却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读书，想要好的人生伴侣，却没有好好的爱自己或提升自己呢？那你又怎么会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呢？因为当你有想法却没有付诸于相应的行动，或者说你有行动却有着自己不可能的心态，你的小我就会开始制造一些恐惧，让你失去信心还有勇气。这也是为什么你一直没有办法心想事成。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心想事成，真的不能只用想的，而是透过想
还有行去达到你想要的成功。想就是你的频率，你的思想，你的信念，而行就是你的行动力还有决心。唯当所有的一切都能够取得一个平衡的时候，你就能够轻易的心想事成啦。例如说你想要脱单，你想要找到男女朋友，你就必须要相信他会出现，同时你也要提升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因为你的频率会吸引到相同频率的人来到你的生命里。那听到这里呢，你应该也意识到你的频率的重要性了吧？因为如果没有达到更高的频率，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的思维，而同时你也没有办法肯定自己的信念，或说出肯定自己的话语，这也会导致你没有行动力或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有句话说，你的思维会影响到你的言语还有行为，更会直接影响到你整个人生。所以说，只要你能够转换你自己的思维，提升你自己的频率，说出肯定自己的话语，还有付之于行动，当你的频率、思想、语言、行动各方面都达到一个一致的时候，心想事成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天马行空的事情。像我自己这2年呢，其实已经透过了吸引力法则还有显化法则，实现大大小小的愿望了。只要你给宇宙下了个订单，全然的信任，还有付之于相对的行动，宇宙自然会透过任何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去实现你的愿望。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下次许愿的时候，记得好好运用吸引力法则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我是莉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